天师，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是我太着急了。这小子搞什么名堂？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我听说西西域有一种嘴对嘴的渡气之法，可以有助于恢复灵气，让他醒过来。乖徒弟，干得漂亮！土狗，你确定？我确定，我跟少师一起看过西西域的秘术，书上就是写的渡气之法。龙姑娘，你们龙族不都是擅长医术吗？要不……龙姑娘，当务之急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了。怎么了，龙姑娘？你们……啊，明白了。哎呀，土狗，你给我出来！这么爱看热闹，真是……爱看，真是……我没有。姐姐，刚才是什么在响啊？没有东西在响，你听错了。哦，是吗？可是我明明听得清清楚楚啊！既然你病好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去哪儿啊？答应跟你联手的任务已经解决了，我自然去我该去的地方。龙姑娘，你要去哪儿？你现在要走啊？嗯。雪阳为了庆祝战胜古力赞，并且我们还能继续守护西西域，今天晚上在军营里摆了庆功宴，我们一起对酒当歌，把酒赏月，岂不美哉？是啊，姐姐，你就不想和我一起多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吗？对啊，龙姑娘，我们刚刚才建立起来的默契，今天晚上就留下来，一起喝杯庆功酒吧。就留下来吧。姐姐，我刚在路上看到一个镯子，觉得你戴上一定会好看。在姐姐心中，倾城从来不是唯一，但姐姐说的每一句话，倾城都不会忘。你还好吗？
富贵上，你说，如果我们修炼变得更强，到最后却留不住我们最在乎的那个人，那我们修炼的意义又到底是什么呢？张琪曾说过，修行一场，不是为了在这个乱世中妥协。请跟我，在这里重建桃花坞吧，让所有乱世之中的浮萍有个安身之处。千机城城主召天下书，愿以一城之地，邀请天下有识之士，开创人妖太平盛世。自今日起，无论人妖投奔千机城者，皆视为同道，受千机城庇佑。有少师陪着少师娘，千机城一定会变成千古第一城。屠狗，我们也要努力。遵命，夫人。傻不傻呀？全江亭，娘娘给你一次将功补过的机会。古离赞虽然形神俱灭，但他留下了一样东西，这东西能让你再次得到力量，但你也要为娘娘铲平所有的障碍。娘娘深谋远虑，我定不会让娘娘失望。逆天改命，就在此一决了。所料，虽然你不能复制完整的万窟阵，但是一样能够帮我吸取力量。虽然这力量还不够，我会带你去龙窟，让你吸饱龙力。我全景亭终将再次崛起。逆子，你说话呀，大夫。家主积劳成疾，早就心血瘀阻，经络不通。这些日子只不过是强撑罢了。家主他万万不该断药啊！
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赶快下方子开药，给我师父调理一下呀。云儿，辛大夫，你给我开的药，让我频频困乏，且不能凝气聚力。不过，就是让我能够苟活一段日子罢了。我的病情，你就直说吧。家主脉象。我明白了，还有多久？家主新伤旧创，已全部激发，所以不过我想听实话。不过这1个月了。辛大夫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师父他怎么可能就剩最后1个月了？你快想想办法！你想想办法，你给他开点药，辛大夫，你救救我师父，救救他行吗？辛大夫，再给我师父，师父。辛大夫，有劳了，你下去吧。这里有2个面具，不知道你们喜欢哪一个？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的。好了，不为难你们了。这个金兰面具是怀竹亲手做的。人生得意之际，如遇金兰，试试看。我当然是喜欢这个多一点。我也知道你们嘲笑我的审美已经很久了。还记得吗？在你生日的那天，你戴上了这个面具，问我想知道这面具背后的故事，而我差点掐死了你。我想知道为什么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面具下的红叶，他已经死了，死在圈外，死在那个黑色的苦杏树下。只有挚爱，一个一个死在你眼前，这什么光景，你知道吗？金兰面具下的红叶，因情而败，他永远不会原谅他自己，不允许你步他的后尘。你那时候一定也认为父亲是恨你的吧？那你觉得父亲哪里恨你了？我之前以为
母亲因我而去，父亲才会恨我。父亲并不恨你。那日你戴上了面具，我看到的是我自己。我想掐死的正是我自己。因为我始终无法原谅我自己。为何面具团几乎全灭，去着残躯而归，只有我全身而退？为什么一起梦的畏惧，要靠怀主付出生命来挽回？为何我们这些叔父伯做不到的事情，要靠牺牲你，跟折磨你来成全？所以我恨我自己。当年我们面具团的所有人，也是做了万全准备，这才出拳了。我们还是败了。黑虎擅长操纵人心，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到了他手中，无一不变成他的利器。最终，他们都折戟圈外。一时我以为是友情让我们败亡，所以父亲一直以来让我身心之间，是怕我和你一样因情而败。桂儿，父亲是希望你到了圈外战黑虎，能够活着回来。我天真的以为，只要你能够活着回来，父亲欠你的一切都可以慢慢的补偿你。但事实证明，我错了。你20多载的孤独光阴，谁又能够还你呢？我对道心责任，天下众生的执着，为何又要你来背负？父亲错了，错得很离谱。父亲，这是淮水竹亭。富贵少爷一直想去淮水竹亭看一看，也不知道我这织的像不像？像。很像。侯爷伯伯，父亲，没事。
淮水竹亭一趟，好吗？好。物是人非，事事休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淮水竹亭竟然丝毫未变。这里是父亲和母亲相识的地方。我和你母亲相识于南陲，这里是我们相爱的地方。我不会吟诗，不会唱歌，不会琴棋书画，也不会做饭烧菜、洗衣叠被。比较擅长的只有打架斗法。怎么样，失望吗？古说红颜之美，以端庄为态，以英武为姿，以书画为品。来，既然人间用词语评价俗世百媚，那我们就不施粉黛，自绣云间。你的母亲不像寻常女子，她是性情中人，洒脱肆意，犹如风过竹林，令人心悦沉醉。那时候啊，我的面具很丑，你母亲每次见到我，总要我把头转过去。后来，她就亲手做了这个金蓝面具。我和她有不过数载短暂的欢愉。再后来，我自圈外折戟而归，丢失剑心，一启蒙精英尽失。你母亲冒着生命危险生下了你，让你成为了兵人，维护一启蒙的和平，阻止黑虎卷土重来。离开的时候，他跟我说，若有朝一日桂儿想要离开，就放你走。你母亲她其实很爱你，但我却没有对你尽到作为父亲的责任。我在一启蒙盟主的位置上，变得一日日偏颇狭隘。你的母亲曾对我说我是个盖世英雄。我算哪门子盖世英雄？但是在母亲心中，您就是她的盖世英雄。从小到大，我已经习惯了成为病人。那个时候追寻父亲的道，桂儿是心甘情愿的。后来我发现，我的道和父亲并不相同。离开王权山庄的那一刻，我很决然。可你还是回来了。
因为我相信，若我以身正道，我的父亲会在走岔的那个路上再回过头来。英雄会错，也会老，但父亲的坚信从来就没有变过。父亲觉得，身为兵人，这世道都是亏欠我的。可是桂儿却看了外面的世界，经历了种种。我发现，放下也并不是最终的归途。山河一波，尘散转瞬，生死几何？多少次断崖深渊，并肩而过。我好想看见你了。永远不要放弃成为你的艰辛，因为我的意中人从来就是一个感受。多少次诀别，染红了谁的眉间？哪怕一剑恩仇，将灰飞烟灭。你认为我背负宿命的约？我已经找回我的艰辛了。桂儿已经与我道心合一，我已经向这个世界发出了我的最后一剑。我们的桂儿去世无双。再打醉一场不问岁月。父亲，你为了消灭黑狐，穷尽一生，受尽折磨，仍心志不改。你的意志今后就由桂儿来继承。父亲、母亲，你们在九泉之下安心看着，我定带着你们赋予的力量，将黑狐从世间彻底抹除，还天下一片安宁。富贵少爷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，